从校服到婚纱。今年是我和陈之行在一起的第9年，结婚的第4年。我们爱情的结晶终于在我肚子里发芽了，但我却意外发现他的私生子已经会喊爸爸了。后来，陈之行的母亲苦苦哀求我放过他儿子，欺骗我、伤害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恭喜你们，孕酮和 HCG 的指数都不错，胎心和胎芽也发育正常，下个月再来做 NT 检查就可以了。在医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陈之行眼圈明显红了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麦麦，你辛苦了，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把手轻轻覆盖在我的小腹上。是啊，这是我促排7次，取卵4次，移植2次，长胖了20斤，打了无数的肝素和黄体酮，肚皮青了又白，白了又青，才换来宝宝。很疼，很难受，但在昨晚之前，我都无限期待能顺利的和陈之行有个孩子。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回忆往昔，我的心口酸涩难耐，忽然就落下泪来。陈之行将我搂在怀里，极轻极柔地安抚着我，仿佛我是一件易碎的瓷器。我知道他此刻眼底的心疼不是装的，但就在昨晚，我收到了一条视频。视频里，小小一团的奶娃娃走路尚且不稳，踉跄几步，扑在陈之行怀里。爸爸，哎，我的乖儿子！陈之行的声音掩饰不住的欣喜，整个人都笼罩在父爱的光辉里。9年前，陈之行是 A 大的风云人物，学生会长、辩论社社长、篮球队队长，包揽了几乎经管学院所有的重要奖项。而我只是比他低一届的小迷妹。我加入了学生会、辩论社和篮球队，选了他选的所有选修课，不曾缺席有他在的任何一场活动。暗暗地喜欢着闪闪发光的他。也不知道是哪天起，在他投篮后、答辩完、领奖时，他好像总会望向我。终于，在一场校篮球赛结束时，他突然走向了观众席第1排的我。林舒麦，待会可以一起去散步吗？那一刹，浑身的血液好似都涌上我的脸颊。舍友形容我当时脸红得像煮熟的虾子。在周边朋友的起哄声里，我呆呆地点了头。仍然记得那一晚操场的风里带着桂花香，而我像踩在云端里一样，从头到脚趾都是不可思议和快乐。再后来，我和陈之行成了 A 大的模范情侣。他每天都会在教室或者宿舍楼下等我，周末带我吃遍了 A 市所有好吃的店，假期陪我坐火车，把我送到家门口，再自己一个人返程回家。写尽千山，落笔有你。感谢我的女朋友林舒麦，你是我的光，是我不竭动力的源泉，是我余生。她把我写进了论文致辞、优秀毕业生致辞里，给我明目张胆的爱。她大学毕业后去了伦敦大学念金融学硕士，8个小时的时差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，视频聊天一天都没有落下过。在伦敦街头的她，在泰晤士河边的她，在华尔街实习的她，在被窝里的我，在 A 大食堂的我，在律师事务所面试的我。经历了2年的异国恋后，我在我23岁生日的这一天，我们一起去了新开的海洋馆。麦麦，嫁给我，陈之行向我求婚这一幕，曾在我脑海里预演过无数次。直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，我才知道，只要有他在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都不重要。或许只有海洋馆的小鱼知道，当时我有多幸福。婚后的第2年，在享受了一段时间的2人世界之后，我们开始想要一个孩子。备孕后的第1个月，我就怀上了。那时候的我们既惊又喜，立刻就把验孕棒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，接收到了家人和朋友满满的祝福。第2天，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医院检查，却被告知宝宝跑错了小房子，宫外孕药立刻终止妊娠，一旦破裂会要了你的命，医生严肃地告诫我们。晴天霹雳不过如此。
手术很顺利，但在我的肚子上留下了4个洞口，切掉了我的一侧输卵管。一向注重仪容仪表的陈之行，眼下乌青一片，胡子拉碴，衬衣上全是褶皱。他握着我冰凉的手，心疼地说：“麦麦别害怕，有我在住院的几天。”陈之行推掉了所有的工作，全程陪护，细致地为我擦洗身体。知道我害怕拔管，医生不让他站在我身侧，他就来到床尾握着我的脚，给我力量。晚上睡觉时，但凡我有一点动静，他就立刻从陪护床爬起来观察。护士们都说从没有见过这样体贴的丈夫。术后3个月去医院复查，医生建议我们之后可以尝试第3代试管婴儿。陈之行一开始是反对的，麦麦别着急，你一向怕疼，我舍不得你吃这些苦，我们顺其自然。接下来我们调理了身体1年，用了无数的排卵试纸和验孕棒，仍然没有宝宝回来的好消息。陈之行的父母也开始明里暗里的催生。我知道陈之行也一直想要一孩子，虽然他总说不急，但谈起身边的朋友谁又当爸爸了，语气里的艳羡压都压不住。于是在婚后第3年，我们开始尝试试管，曾经体检抽血都不敢的女孩子，变成了不怕痛的备孕妈妈。一次次的失败让我身心俱疲，无法兼顾工作。在我和律所主任提出辞职时，他并不赞同。舒麦，你已经执业满了3年，上次合伙人会议上，苏珊提议了新增合伙人，我明白主任话里的深意。苏珊是我的直系学姐，也是我实习时候的指导老师，她带着我做了无数的案子，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。她说我是她带过最好的学生，一直想推荐我成为所里的新合伙人，以至于辞职后，苏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愿意理我。这一年，陈之行升任集团大区负责人，启动了一项重要的并购任务，工作愈发的忙，经常需要加班出差。但不论去哪里出差，他一定会给我带一件礼物，当地的小特产也好，免税店里的奢侈品也罢。大家都说他爱极了我，我也深信不疑。可这样的顾家的男人，却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子。也许是受了心情的影响，我的孕期反应很重，他好似还和从前一样事无巨细，亲自下厨做我爱吃的饭菜，给我泡好睡前的热牛奶，把我冰冷的脚丫揣在怀里，轻柔地帮我吹干头发。我也在心里不断自我催眠，那个视频或许只是一个误会。人一旦开始怀疑一件事情，就会发现各种迹象都指向你所怀疑的这个结果。深夜，我起身去客厅倒水。过几天我会抽空去 B 室看你们的。陈之行低沉的声音从阳台传来。我不动声色地回到房间，看你们，哪个你们？细细想来，近2年陈之行负责 B 室的企业并购项目，基本上每月都要去 B 室待一段时间。等陈之行睡后，我打开了他的手机。在一起9年，出于对他的100%信任，虽然知道他的手机密码，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手机。然而通话记录、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统统看不出端倪。他是个细致的人。没事，我也是一个有耐心的人。我将他的手机实时位置共享到了我的手机上，眼见为实。不论是真是假，我都要自己去验证。之行，我最近反应好像没这么大了，我也想去 B 室散散心。当我试探着提出要陪他一起去 B 室出差的时候，陈之行的神色有一瞬间的僵硬，但随即他便低垂了眼眸，一边轻抚着我的小腹，一边语气温柔地说：“麦麦，你现在还在孕早期，不能到处乱跑，等过2个月，我陪你一起出去旅游，好不好？我会尽早赶回来。”我望着他，点了点头，然后等他出门后，打车到了 B 室，并根据他的手机定位来到了金陵府小区门口。这是 B 市数一数二的小区，小区的保安并不随便让外人进出。我思索了片刻，打开了 B 市的不动产登记小程序。
如果陈之行在此处有房产的话，作为夫妻共同财产，那通过我的信息应该也能查询到。金陵府 H 栋2单元1601信息跳转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暂停了一瞬。陈之行果然在这还有一个家。给保安确认过信息后，我来到 H 栋楼下。不远处，2道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。陈之行推着婴儿推车，周梦依偎在他的怀里。初夏的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，洒落在他们的脸上，男帅女美，真是赏心悦目。周梦曾是陈之行的得力助手，性格开朗，长得漂亮，工作能力也强。我还曾想为他和我表弟牵线搭桥，可他大概在1年多前突然辞职，问起他的去向，陈之行语焉不详。原来是因为怀了陈之行的孩子。这一刻，所有为陈之行找的借口都显得苍白而无力。如果说这场景犹如捅向我的尖刀，那接下来出现的人就好像又拿着尖刀在我伤口狠狠地搅动了几下。我那知性优雅，待我如亲生女儿的婆婆抱着婴儿披风走向他们，然后用披风裹住了她的乖孙孙。好啊，真是子孝孙贤，其乐融融。难怪在我急着想要孩子的时候，他和他的家人都劝我不急，当时我还为有这样的婆家而感到幸运。那一刻，我竟分不清究竟谁才是第三者。一股胃酸从我喉咙里反流上来，我趴在花圃边剧烈地呕吐起来。在来之前，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一些心理建设，但真的目睹这一切后，我一时不知道要怎么面对。我浑浑噩噩返回 A 市家中，家里的每样东西都是我和陈之行一起精心挑选的，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陈之行的气息。我蜷缩在沙发上，脑袋嗡地发麻，胸口传来阵阵刺痛。过去的9年好似放电影一样，在我脑海里重播了一遍又一遍。还记得，因为异国，我们也曾闹过一次分手。麦麦，当我对所有事情都厌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，存在着，我就愿意忍受这一切。他深夜醉酒，和我打电话时不断重复这句话，隔着1万多公里的距离，我心软得一塌糊涂。很讽刺，现实却是他和别的女人在另一座城市有了孩子，在那里生活着，存在着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是否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？不，我明确地知道，我不能忍受这一切。欺骗我、伤害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晚上7点，陈之行的信息弹了出来。麦麦，今天这一天真是特别忙，我刚刚开完会。今天感觉还好吗？想你和宝宝了，一字一句，虚伪而恶心。我没有回复。接着，他的电话又拨了过来。我并不想听到他的声音。电话响了几次后，我还是接了起来。许是察觉出了我的语气冷淡，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他连连追问。有点。怎么会不舒服呢？哪里不舒服？陈之行的语气有些急切了起来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犯恶心。要不要我赶回来？好，他默了默，半晌才回答道，我手头上还有一些紧急的工作，等我安排好就回来。显然他并没有做好马上赶回来的打算。原来那个把我放在第一，工作放在第二的男人，现在的他好像有了更重要的东西。B 是距离 A 是2个小时的车程。他在凌晨1点回到了家中。陈之行一到我身边，我就闻到了他身上沐浴露的味道。回来之前，他还特地洗过了澡。是怕我闻到周梦的香水味，还是孩子的奶香味？我转身冲向卫生间，呕吐了起来。真是令人恶心啊！在陈之行睡着后，我又拿起了他的手机。凡是做过的事情，一定会留下一点痕迹。知道他的出轨对象是周梦之后，我的查找方向也清晰了起来。点开周梦的微信，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他离职前，
聊的几乎都是工作。我顺手点进了他的朋友圈，里面竟记录着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宝宝每次见了爸爸都兴奋得直吐口水，真是个漂亮的小男孩。今天婆婆给我做了芋头烧牛肉，香得不行了。据说这也是老公最爱的菜，原来是这道我每次都赞不绝口的菜。谢谢老公送的情人节礼物，同款的香奈包包，同款的梵克雅宝项链，原来所有的礼物都是1式2份。我颤抖着手往上翻着动态，一条又一条，几乎每条朋友圈都是他们一些共同好友的评论。哇，宝宝好可爱，梦梦幸福99，狗粮吃饱啦，限定款，木了。不知道陈之行在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着隐秘的兴奋？突然，一条喜庆的朋友圈喜报映入了我的眼帘：事成，李碧，谢亲友。感谢大家一起赋予这天特别的意义。配图晒了一些婚礼的现场图，新郎并未露脸，仅有一张模糊的背影图，但我一眼就能认出那是陈之行。他们居然在1年多前就在周梦的老家举办了婚礼，太荒谬了。这时，他的企业钉钉突然弹出了一条工作提示，在点击忽略消息的那个瞬间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，会不会他和周梦日常并不通过微信联系？点进 App， 在折叠联系人里，果然找到了周梦。老公，宝宝今天晚上有点发烧，一直喊爸爸，你明天能不能早点回来？最后一条消息是周梦深夜1点半发过来的。再往上翻，每日的嘘寒问暖，分享日常。老公，今天团团表现特别棒，开始吃辅食了。今天天气好，记得和妈妈一起带团团出去晒晒太阳。等会儿要去开会，晚点给你打视频，想你了，想团团了。老公，我看中了一条手链，等你下次回家带我去买。他们的聊天和正常夫妻没有任何区别，偶尔他们也会提及我，称呼我为他。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我真是太累，他现在脑子里只有怀孕，呵呵。为了能怀孕，促排的液针一次次刺进我的皮肤里，针针要命。取卵后，我2度出现腹水，4次难眠。原来这一切到他嘴里竟变成了我的一厢情愿。老公，结婚1周年快乐，我等你回家。好，我已经订好了晚上的酒店，我们出去过纪念日。这一天是5月6号，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。那天正是第2次取卵后出现腹水。他说他们正在B市通宵赶一个重要的企划案，无法赶回家来陪我。那一晚我疼得全身战栗，整夜都没无法入睡，而他们却在过结婚纪念日。我仍然记得那一晚的痛苦，但我所受的身体上的痛远不及他们带给我心理上的痛之万一。花了1个多小时才翻到聊天的最开始，从一开始的工作信息，到逐渐涉及生活琐事，再到1年半前的那句梦梦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字字如刀，刀刀见血。只是我已经被炸到麻木的不会痛了。这样的男人不配做我的丈夫，更不配做我孩子的父亲。我的9年青春不能白白为了狗。我将周梦所有的朋友圈截图保存，将他们所有的聊天记录录屏保存。作为一名律师，没想到有一天我需要为自己的婚姻取证，几乎一夜未眠。第2天，陈之行起了个大早，在陪我吃完早餐后，麦麦，今天我还得赶回 B 市开个会，可以不去吗？我想你今天陪陪我。我故意和他撒娇。陈之行的神色有点为难，儿子生病了，肯定恨不得立刻赶到 B 市吧。可是今天这个会很重要。我逗你的，工作第一，你快去吧。好，那有事随时和你打电话。他好似松了口气，立刻就出发去了 B 市，并没有发现我的异常。中午，李阿姨来给我做饭，一见我便有些担心地说道：太太，你昨天是不是没睡好啊？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呢，快去补补觉。连阿姨都发现了我昨晚没有休息好。
陈之行却毫无察觉。午后，我拨通了苏珊的电话。苏珊是民商事名律，尤其擅长婚姻家庭方向。我曾跟着她处理过上百件办理婚姻家庭案件业务。苏珊，陈之行出轨了。怎么可能？苏珊只是惊讶了一瞬，高频率接触婚恋案件的她很快便恢复了专业和平静。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他们1年半之前在一起，目前有一个孩子，生活在 B 市，陈之行的父母都也知情。他们还举办了婚礼，我简要和苏珊介绍了目前的情况。婚礼，苏珊敏锐地抓住了我说的重点。你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有了事实婚姻？是的。倒是没看出来，他还真是大胆的。苏珊嗤笑了一声，你好好在家养着身子，其他的包在我身上，我会亲自去一趟 B 市。我把相关的证据材料一起打包发给了苏珊，我知道剩下的他会为我去取证。随后我收拾好随身物品，回了我爸妈家。这个满是他味道的家，我是1秒都待不下去了。回到爸妈家中，爸爸做了一大桌我爱吃的菜，妈妈说她准备了一张婴儿床。我摸了摸肚子，里面有他们最期待的小孙孙。我有着幸福的原生家庭，父母感情甚笃，从小就被父母保护、呵护、疼爱。虽然父母只是普通职工，但他们却给了我力所能及范围内最好的。我以为我能有这样幸福小家庭，突然有些不忍心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。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心爱的小女儿被婚内出轨，被人联合伤害的千疮百孔。如果能一直是他们的乖女儿，从来都不是什么陈太太就好了。陈之行这次在 B 市整整待了5天，期间他给我发了很多消息。麦麦，今天来的供应商真是难对付，谈判了1下午都没搞定。今天还吐吗？爸妈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菜？B 市新开了一家烫皮，应该是你喜欢的味道，下次和你一起来吃。每天也会给我打好几个电话，我语气平平，把所有的冷淡归结于身体不适。他好像还是那个全心全意爱我的陈之行，可我打开他的手机定位，每一个夜晚他都住在金陵府。人究竟是怎样才可以做到一心两用呢？陈之行从 B 市回来后，提着大包小包来我爸妈家接我回家，在客厅陪我爸爸下棋，在厨房帮我妈妈打下手。我冷眼看着，还是那个面面俱到的女婿。这时我收到了苏珊的微信，搞定了，证据链完整，发你邮箱了。我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翻看苏珊发给我的邮件，除了之前证明他们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铁证外，居然还有意料之外的惊喜。呵呵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回到那个所谓的家，已经是晚上9点。我蜷缩在沙发上，陈之行过来搂着我，温热的气息洒在我的颈间。老婆，我这几天可真累，让我充会电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问他，团团的病好了吗？他怔住了，不可置信地抬起头，喉头动了动什么。我注视着他的眼睛，重复道，团团的病好了吗？他抿着唇，没有回答。还要我说得更清楚一点吗？金陵府 H 栋2单元1601，你妈妈在帮你和周梦带孩子。前几天你们的孩子发烧了，现在好了吗？摊牌的这一刻，我并没有意料中的歇斯底里，因为我的心已经死了。我每说一句，陈之行的脸就白一分。他半跪在我身前，抓着我的手，麦麦，麦麦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那真的是个意外。那时候我们一起去 B 市出差，有一天晚上应酬，我喝多了，第二天醒来发现我和他睡在了一起，但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不久他就辞职了，大概过了2个月，我陪你去医院体检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他，他在做产检，我才知道她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，和他办婚宴也是没办法。他大着肚子碰到了他老乡，一个未婚的小姑娘。麦麦，我得对他和孩子负责。他语无伦次地解释起来，话里话外把周梦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受害者。我也想过要和你坦白，可是我怕你不会原谅我
出轨的男人总认为自己出轨是情有可原的，他会找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，给自己合理化借口。够了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他真像你说的那么无辜吗？那我问问你，她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为什么这要巧就在那所医院产检？那可是 A 市最好的私立医院。还有，你认为是谁把你和孩子的视频发给我的呢？其他的都不用再说了，我不想知道你们的前因后果，你得对他和孩子负责。那我呢？我和你在一起9年，为了能和你有个孩子，我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结果呢？你们全家都把我当傻子。我们离婚吧，我边说边环视着我们这个家，想到这错付的9年，还是忍不住有些哽咽了起来。不，听到离婚2个字，他的眼神变得惊慌，脸颊上的肌肉都隐约在颤抖。麦麦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曾经我也以为我离不开陈之行，但日子总要过下去，不是吗？我挣开他的手，站了起来，从包里拿出苏珊帮我拟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放在茶几上，一式3份。上周我已经申请了资产查询，除去我们个人的婚前财产，我们2个人名下3处房产，2辆车，你婚内出轨，该有的证据我都有，财产按6比4分割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在这签字。陈之行跪行了几步，抱着我的大腿，喃喃道：不，我不同意。麦麦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周梦，所有的财产都归你，都归你和孩子。对，我们现在有孩子了。麦麦，想想我们的孩子，我以后只爱我们的孩子好不好？我不禁冷笑出声。你配做孩子的父亲吗？我眨了眨酸涩的眼睛，转身离开了。爸妈对我去而复返感到非常惊讶，问我是不是和陈之行吵架了。在他们面前，我无法保持坚强，还没开口，我眼泪就开始簌簌地往下落。我将前因后果告诉了他们，妈妈紧紧地搂着我，擦拭着我的眼泪。爸爸气得眼圈通红，恨不得直接冲去暴打陈之行一顿。我好好的女儿交给他，他怎么敢？离婚，必须离婚。孩子的事情你别操心，离婚之后，我和你妈妈带我的父母永远是我的最坚强的后盾。以后我再也不是什么陈太太，只是邻家的小女儿。第2天，我接到了来自 B 市的电话。舒麦姐，是我，对不起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没想破坏你和阿行的。团团的出生是个意外，我们只是孩子的父母而已，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。我求求你原谅他吧，他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会带着团团消失的。周梦的声音细细弱弱的，确实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。只是意外。你怀孕是意外吗？能在我定点的医院产检碰到他是意外吗？我收到那封邮件也是意外吗？我轻笑一声，不屑地说道：你是知道我怀孕了，害怕了吧？所以忍不住想上位了吧？不，我没有。他矢口否认。别急，我不要的垃圾，你好好收着吧。我视如珍宝，精心经营的婚姻被他们随意对待，他们有什么资格抹去那些伤痛，再重新开始美好的婚姻生活？我要的可不仅仅是离婚。当天下午，我向 B 市公安机关报警，提供了陈之行和周梦重婚的相关证据和材料，要求公安机关对陈之行和周梦重婚一案立案侦查。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相关聊天记录、2人同进同出的照片、视频、周边住户认可其夫妻关系的证言，以及苏珊派人到周梦老家取证的婚礼视频、照片。陈之行的父母均出席了他们的婚礼现场，而周梦的亲朋戚友并不知晓陈之行的已婚身份，纷纷认定其2人的夫妻关系。次日，陈之行和周梦因涉嫌重婚罪被 B 市公安局刑事拘留。什么亲家不亲家，我没你们这样的亲家，你们走，我女儿不想见到你们。这天上午，我被楼下的声音吵醒，陈之行的父母上门来求情了。前一天晚上，我拒接了无数个电话，
所以对他们的到来一点也不觉得惊讶。陈之行的妈妈一见我，就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，舒麦，都怪妈妈。他们一开始是要把那个孩子打掉的，是我当时看你怀孕那么艰难，也怕你们之后怀不上孩子，逼他留下那个孩子的。这几年我真是拿你当亲女儿疼啊！结婚4年，我自认和陈之行的妈妈关系不差，她常说她没有女儿，我就像是她的亲女儿一样。哈哈，可是哪个母亲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女儿怀不上孩子，让小三把孩子留下？又是哪个母亲又会在女婿和小三的婚宴上笑语盈盈？我扶开她的手，阿姨，真是多谢您的好意了。听到这一声阿姨，陈之行的妈妈怔了怔，接着又哀哀地说道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的错，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，你和知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放过知行这一次行吗？算妈求你，我给你们跪下了，我拖住他做事要跪的身子，阿姨，这我可受不住。我知道你恨知行，确实是我们做错了，我也看了你和知行的离婚协议，他是过错方，只要你肯放过他，他可以净身出户。陈之行的父亲过来扶住他母亲，拧着眉缓缓说道，你妈妈她身体一向不好，我们就知行这一个儿子，况且你和知行也有了孩子，你也不想孩子的父亲留下案底吧？他父亲混迹官场多年，深谙谈判之道，动之以情，诱之以利，又挟之以威。呵，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？陈之行用孩子挽留我，他父亲又用孩子威胁我。我特意前往 B 市报警，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他父亲的关系网，另一方面公诉案无法撤诉。他的儿子就金尊玉贵，我的孩子就只配作为筹码吗？你们想都别想，就你们的儿子金贵，我女儿就随便任人欺负不成？都给我滚出去！再不出去，我就把你们打出去！爸爸拿着扫把就开始赶人，把他们带来的礼物统统丢出了门外。之后，陈父陈母以及他们聘请的律师又来了我家几次。为了避免他们的纠缠，我和父母前往贵州贵阳避暑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远离了渣男和伤心地，享受着贵阳好山好水的安逸，我的孕烦仿佛都消失了，几乎能感觉到腹中的宝宝正在茁壮成长。在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的时候，我已经孕18周了。再见陈之行，他站在被告席上，脸色有些蜡黄，下巴上挂满了胡茬，望着我微凸的小腹发愣。公诉机关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，被害人林某某的个人陈述、抓获经过、结婚证等书证、证人证言、书证等证据，认为被告人陈某某有配偶而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，被告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，其行为均已构成重婚罪，依法均应予惩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58条规定，有配偶而重婚的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，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鉴于2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，依法均可以从宽处理。最终，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某某犯重婚罪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，缓刑1年；被告人周某犯重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，缓刑1年。庭审结束后，法警将陈之行和周梦带离法庭。我始终相信，司法公正将会保护每一个受伤害的人。不久后，我又向陈之行寄去了离婚协议，并告知他，如果仍不同意协议离婚的话，我将通过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他说同意离婚，但请求再见我一面。我同意了。我们约在了 A 大校园，我们开始的地方。远远地看着他向我走来，他像大学一样穿着白 T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9年前的陈之行，但我知道他不是。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男孩子，早已经淹没在一个个谎言里。我们走在学校的未名湖边，他说我被公司辞退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应得的。人好像时刻会后悔做过的事，说过的话。后悔的原因或许并不是因为认识到了错误，而是尝到了苦果。
离婚协议我会签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能再摸摸孩子好吗？我没有拒绝。他颤抖着手抚摸我的肚子，或许是宝宝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感受到他父亲的抚摸。19周的宝宝突然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胎动，像一条小鱼在我肚皮里翻滚了一下。陈之行红了眼圈。我也有一个请求，我希望以后这是我一个人的孩子。我望着陈之行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你有案底，你也不希望以后影响他吧？这样的道德绑架，我还给他。他终于签了离婚协议。从大出来后，我们一起去了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。经过30天冷静期以后，我拿到了离婚证。他父母决定为他和周梦在 A 市重新举办婚礼，给他们的孙子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，甚至还寄了一封请柬来我家。收到请柬后，我反手将一份亲子鉴定和一份精子检查报告寄给了陈家。侵权指数小于 0.0001， 排除陈之行和陈一舟两人之间存在亲子关系。说来可笑，苏珊在托人帮我收集相关材料的时候，还特意通过陈家的保姆取得了孩子的头发，本想将陈之行和周梦的儿子的 DNA 亲子鉴定作为证据之一，竟意外发现孩子居然不是陈之行的。医生建议精子浓度偏低，精子活力低下，建议考虑试管婴儿技术。陈之行一直都不知道，我一直没怀上孩子，除了因为之前宫外孕导致的输卵管条件不佳外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精子的活力并不够，不通过试管的方式的话，孩子很难正常发育。我顾及他的感受，并没有告诉他，而是直接选择了采用试管婴儿技术。这算我送给陈之行和周梦的礼物吧。我真诚地祝福他们新婚快乐。陈母得知消息后，气的直接进了医院，连夜取消了婚宴。周梦被赶出了陈家，她身背案底，带着一个生父不明的孩子，据说有人曾在夜场碰见过他。他们的一地鸡毛已经与我无关了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我想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。5个月后，我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取名叫林安。我这孩子来的不容易，只愿她能平安喜乐，健康成长。在填写了相关父亲不详的情况说明后，我为女儿办理了出生证明，生父一栏为空，我很满意。孩子1岁后，我收到了苏珊邀请我律所的合伙人的邀请，我开始重回职场，业务以打离婚官司为主，帮助了不少婚姻不幸的女性。另外，我将我的故事写在了网上，很多姐妹根据我的事例，也对出轨的丈夫和蓄意破坏家庭的小三提起了重婚罪自诉或公诉。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却结出许多籽粒来。曾死去的已埋在土里，种子会重新生长。新生复活的生命不再死，并且胜过死亡。我要做一粒落地不死的麦子。番外我叫陈之行，今年是我和林淑麦离婚的第5年。这些年我时常酗酒，好像只有醉酒了我才能忘记自己犯的错。医生说我得了肝癌，大概还剩下3个月。我拒绝了医生住院治疗的建议，照旧在下午4点半来到保育院门口。小朋友在老师的安排下排队等着家长来接。站在第2排，留着齐耳短发、脸圆圆的小女孩并不知道，每天站在对面巷子里目送她的是她生理学上的父亲。她蹦蹦跳跳地和她外公分享她今天获得的小红花，亮晶晶的大眼睛像极了她的妈妈。我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林淑麦的场景，她在太阳底下，她冲着招生办的老师灿然一笑，亮晶晶的眼睛让未名湖里的满池荷花都失了色。那一刻，我坠入爱河了。我接下了之前拒绝掉的迎新晚会活动，看着台下第1排的他，吉他弹唱了一首《七里香》，在社团招新时特意递给他登记表，
在他路过球场时，故意投出超远3分。舍友说我那段时间像只开屏的孔雀，约他去散步的那天，看着他红透了的脸，我发誓要一辈子对他好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那天醉酒后醒来，我给了周梦一笔补偿费，之后不久他就申请离职了。就在我快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在妇产医院遇到了他，他居然有了我的孩子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悔恨交织，之后我又有了些隐隐的侥幸。那天刚好麦麦移植失败，医生说我们通过试管顺利生育的几率不大。我甚至想过，万一我和麦麦一直没孩子，或许我能劝说麦麦收养下这个孩子。于是我便和周梦商量留下这个孩子。我想，我和周梦只保持孩子的父母的关系，应该也不算背叛麦麦吧。但后来周梦来到我父母家中，提出要我和他回老家办婚礼。他说他们家在县城，并没有家人朋友，生活在 A 市，只是为了少些风言风语，到时候孩子能在正常的环境下长大。我父母答应了下来。我在心里压下了对林淑麦的歉疚，对自己说都是为了孩子。于是我又举办了一次婚礼，又有了一个家，又有了一个妻子，还有了个孩子。渐渐的，我去 B 市的时间越来越多。我和林淑麦在一起的时候也开始心不在焉了。她不像周梦一样事事顺着我，她总有很多自己的想法。我的天平好像向那边倾斜了，毕竟周梦为我放弃了工作，未婚生子，我们还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只要还爱麦麦就够了。我不断说服自己。那时的我还不相信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林淑麦和我摊牌的那一刻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可能要失去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了。我知道我不可原谅，一步错步步错。我失去了我的婚姻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孩子。离婚后，我的父母曾多次到林淑麦家中请求见孙女一面，在我的阻拦下才作罢。后来我的父母也相继因病离世。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悔恨，我已经没有任何牵挂。我立下了遗嘱，把名下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们的女儿林安。最后一次，我来到法院旁听席上，完整听完了一场婚姻案件的庭审。林淑麦坚定地站在原告代理人的位置上，有条不紊地阐述着辩护词。她还是那个独立的闪闪发光的她，我却是那个阴暗的不值得同情的我了。庭审结束后，我趁着夜色来到城外的江边，一跃而下，江水瞬间涌进了我的喉咙和鼻腔。人生的最后一个念头，如果能重来就好了，不，已经没有重来的机会了。